李沁劇作第3排，手握200億播放量仍遭羞辱，這記耳光打醒資本。如果說內娛還有什麼比番位之爭更荒誕的東西，那一定是座位表政治學。而李沁今年缺席微博之夜，看似安靜，實則是一記毫不留情的耳光，結結實實扇在了流量資本的臉上。這不是耍大牌，也不是情緒化抵制，而是一場冷處理式的反抗。沒有罵街，沒有聲明，沒有營銷號帶節奏，卻讓整個行業如坐針氈。時間撥回去年微博之夜，那張座位圖一曝光，內娛老粉集體破防。第4排角落，名字小到要放大鏡才能看見，甚至有幾版物料裡乾脆沒印名字。而李沁當時的身份是什麼？追風者女主，《慶餘年2》核心女角色，年度劇集10季女演員之一。結果待遇卻像個友情出席的路人甲。更諷刺的是，和她同排甚至更靠前的是一堆作品查無此人，熱搜常駐選手，名字金光閃閃，履歷卻薄得像空頭簡歷。現場畫面比座位圖更刺眼。李沁領獎後幾乎沒怎麼回座位，全程鏡頭稀少，反應位更是不存在。粉絲偷拍視頻裡，她的座位乾乾淨淨，像被刻意遺忘。有現場工作人員私下吐槽，這排面，說實話，不像爆劇女主。雙引號，這句話比任何通稿都扎心。資本最愛裝傻的一點是，假裝數據不重要，只在需要的時候才拿出來說事。我們把賬算清楚。慶餘年2單日播放量破3億，騰訊視頻最快破3億紀錄。李沁林婉兒角色熱度多次登頂。追風者，央視8套收視峰值破 2.8%， 愛奇藝站內熱度9800加，正劇口碑與商業熱度雙贏。貓眼、燈塔、易恩的統計都指向同一個結果。李沁是2024萬2025年度10季最穩的女演員之一，可在微博之夜的算法裡，她被歸進了哪一類？有作品，但沒流量，能用來稱獎項，但不配坐前排。雙引號，這不是忽視，這是精準羞辱。真正讓事情開始變味的是去年那20分鐘，李沁的離場時間卡得極其微妙，剛好避開後續的流量 CP 環節，也避開了主辦方最想要的全員其樂融融大合影。他沒鬧，也沒擺臉色，就是走了。更狠的是，工作室沒有配合任何體面收尾的傳播，沒有紅毯精修，沒有後台合影，只發了一張低調到近乎冷淡的照片。那句話現在再看，意味深長。演員的戰場在鏡頭裡。雙引號，業內懂的人都懂，這叫切斷價值交換。今年微博之夜顯然想補救。第3排正中看起來比去年體面多了，但問題是你早幹嘛去了？更諷刺的是，第3排的構成堪稱大型內娛迷惑現場。左邊是綜藝刷臉型藝人，右邊是剛出道不久的流量愛豆。前排某頂流缺席，名牌卻穩穩當當留着。作品不存在，座位必須有。這已經不是排面問題，是價值觀問題。李沁沒去，沒有任何解釋，而這種不解釋恰恰是最鋒利的態度。事件發酵後，評論區呈現出罕見的清晰陣營。支持派，這是演員的骨氣，不是耍脾氣。雙引號，終於有人不陪資本演戲了。雙引號，內娛欠他一個尊重。雙引號，反對派，活動就是流量遊戲，不玩就別來。雙引號，娛樂圈本來就這樣，清高沒用。雙引號，不去等於自己放棄曝光。雙引號，但有意思的是，中立派逐漸倒向了支持一邊，原因很簡單，大家都看膩了流量坐前排，
演員坐角落的戲碼。業內票務報價流出後，很多人第一次意識到問題有多荒唐。第一排 C 位數百萬，第二排核心位100萬級，第三排資源置換，第四排贈票區。也就是說，去年李沁坐的位置本質上就是你來不來都無所謂，但講的給你。雙引號，這不是尊重，是利用。他這一缺席，真正被戳穿的不只是微博之夜，是數據不如流量重要的行業邏輯，是演員必須配合平台演戲的潛規則，是資本長期自嗨的權力幻覺。而觀眾的態度也在悄然變化。平台調研顯示，越來越多觀眾在意的是演技是否貼臉，角色是否立得住，而不是番位和站位。事情鬧到這一步，真正坐不住的其實不是網友，而是圈內人。某制片人在私下飯局上說了一句很現實的話：李沁這種演員，你不捧他也能活，但你要是得罪了他，就真能不陪你玩。雙引號，這句話點破了核心問題。內娛最怕的從來不是沒流量的人，而是不靠流量也能站穩的人。還有一位長期操盤晚會的執行導演匿名表示，微博之夜這種活動本質是資本社交場，演員如果不願意配合坐哪，跟誰坐，給誰鏡頭，那就會顯得很刺眼。雙引號，翻譯一下就是你不守規矩，你就是問題本身。可問題是，這套規矩到底是誰定的？是觀眾？不是。是作品？更不是。而是那套早已內循環，卻越來越脫離現實的流量分配體系。很多人問，內娛有實力派多了，為什麼這次鬧這麼大？答案很簡單，李沁不屬於任何一個可被綁定的陣營，他不是流量公司力捧的門面，不靠 CP 吃紅利，不靠綜藝刷存在感，不需要靠晚會維持商業身價。他的履歷太乾淨，乾淨到資本不知道怎麼拿捏。業內營銷號曾試圖給他貼標籤，比如佛系沒野心好說話，但事實一次次打臉。真正佛系的人是不會忍第四排的，忍只會讓你永遠坐在那裡。這場輿論之所以炸得這麼狠，還有一個原因，普通人把自己的職場處境投射到了李沁身上，支持他的人看到的是幹活最多，功勞最大，卻被安排在角落。反對他的人其實也很真實，職場不就這樣嗎？雙引號，你不低頭，機會就沒了。雙引號，這不是站隊，這是共鳴。而李沁的選擇，等於是在所有被安排在角落的人面前，給出了一個不討好但很解氣的答案。有數據對比很有意思。李沁缺席當晚，微博之夜相關話題閱讀量雖然高，但二次傳播內容明顯集中在爭議，而非活動本身。換句話說，紅毯沒出圈，合影沒出圈，唯一出圈的是他為什麼不來。這對任何一個品牌活動來說都是災難級信號。某平台運營私下吐槽的更直接，他不來反而成了全場存在感最強的人。雙引號，這就是反噬。過去坐前排是榮耀，現在坐前排反而成了一種風險，因為越來越多觀眾開始問一句很簡單的話：他憑什麼坐那？雙引號。而李沁的缺席等於把這道題提前交卷，他用行動告訴行業，如果一個位置不能匹配作品，那他不做也罷。短期內很難，因為不是每個演員都扛得住不配合的代價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這件事已經在圈內留下痕跡。有年輕演員私下說過一句話：以後再談座位，至少知道不是只能忍。雙引號，這就夠了。結語：
空着的第3排比任何熱搜都響。李沁沒坐第3排，但他把位置留給了整個行業反思。這場博弈裡，沒有撕破臉，卻刀刀見血；沒有贏家通稿，卻讓虛偽體面原地破產。資本可能還在算 ROI， 但觀眾已經給出了答案。真正的頂流，不靠捧，不靠坐前排，是一部一部戲演出來的。這一次，座位空着，但尊嚴坐滿了。